各位新老朋友们，欢迎来到嘉诚养生道，收看本期的节目。各位长辈午安。问大家一个问题：您今天早晨是不是也习惯喝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来养胃？在咱们港台长者的观念里，小米粥是公认的平民养胃佳品。但您知道吗？很多每天坚持喝小米粥的长者，胃病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胃酸倒流、胃胀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香港首富李嘉诚的私人医生在探讨长者饮食习惯时，曾经一针见血地提出过一个惊人的真相：中老年人习惯晨起喝一碗小米粥来养胃，但胃病却越来越重。那是因为90%老人都煮错了方法。您没听错，问题不在小米，而在于煮法。煮错了，养生粥就变成了伤胃水。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不只要为大家拆解这90%的人到底错在哪里，还会为大家揭秘首富餐桌上的黄金煮粥法，以及私人医生强烈建议搭配的一位黄金搭档，只要加了它，就能同时养脾胃、调气血。文末，我们还会针对3类不同体质的长者，给出专属的煮法建议。这关乎您未来10几年的肠胃健康，请务必先点个赞收藏。我们接着往下看，咱们先来说说为什么说90%的老人都煮错了。很多长辈觉得煮粥嘛，不就是米加水，放在瓦煲里一直滚就好了吗？这就是最大的误区。错误一，选错了米，越吃越滞。李嘉诚的医疗团队非常注重食材的本性，很多长辈去街市买米，看着那种圆圆胖胖、颜色特别黄亮的糯小米，觉得口感肯定好，就买回家煮。这可是大错特错。糯小米粘性极高，对于咱们肠胃功能已经退化的银发族来说，它就像是一团粘在胃壁上的胶水。您的胃本来就虚弱，还要花大把力气去消化它，能不胀气吗？真正养胃的是普普通通的黄小米，性质温和，这才是脾胃的最爱。错误2，煮成了伤胃寡水，还怪小米没效。养胃不是天天喝水，而是要让胃喝到精华。很多长辈怕胖或者牙口不好，就把粥煮得特别稀，水放得极多。您以为这叫清淡？在中医看来，早晨7到9点是辰时，也是咱们脾胃经络最活跃、最需要营养开机的时候。您灌下一大碗米水分离的稀水，不仅没有营养，还会瞬间冲淡胃液。打个比方，您的胃本来准备了足够的胃酸要消化早餐，结果被一大碗水全给稀释了。食物消化不了，就会在胃里发酵、产气，最后往上顶。这就是为什么您喝完稀粥总是会觉得反酸烧心的原因。错误3，画蛇添足的加减习惯。还有一种老一辈传下来的习惯，为了让粥熟得快，看起来更粘稠，喜欢在煮粥时加一点点食用碱。李嘉诚的私人医生如果看到这个做法，一定会连连摇头。小米之所以养胃，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丰富的 B 族维生素。这些维生素是修护我们胃黏膜，也就是胃的保护层的关键材料。但 B 族维生素最怕什么？最怕碱。加了碱，小米里的营养成分就被破坏得一干二净。您喝下去的只是一碗没有灵魂的碳水化合物。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明白，我给大家讲讲住在九龙的黄阿姨的真实经历。黄阿姨今年68岁了，平时最喜欢去街坊中心打麻将，还要帮忙带孙子。黄阿姨是个急性子，每天早晨又要送孙子去幼稚园，又要赶着去菜市场，时间总是紧巴巴的。她听说小米粥养胃，就天天早起熬粥。可是熬小米粥费时间啊，于是她听了隔壁老姐妹的偏方，去杂货铺买了一大包食用碱。每次水一开，她就往锅里捏一小撮碱面。您别说，加了碱之后，
那小米粥只要滚个10几分钟，立马变得又黏又稠，看着特别有食欲。黄阿姨心想，这下可省事了，每天早上呼噜呼噜喝完一大碗，就高高兴兴出门了。结果呢，喝了不到3个月，黄阿姨在牌桌上总是捂着肚子，说胃里像有一团火在烧，反酸水，晚上睡觉甚至觉得烧心。后来她去看了肠胃科，老医生仔细盘问了她的饮食习惯，一听她天天往粥里加碱，气得连连摆手。医生告诉她，咱们的胃黏膜就像一层保护肠胃的天然贴膜，小米里的 B 族维生素就是修补这层贴膜的顶级材料。黄阿姨那一小撮碱放下去，把 B 族维生素杀了个片甲不留。她每天喝的根本不是养胃粥，而是一锅高温熬出来的黄色文糊。胃不仅没吸收到营养，还要拼命分泌胃酸去消化这些黏糊糊的氨糊。时间一长，胃黏膜越来越薄，自然就开始反酸烧心了。自从黄阿姨把那包食用碱扔进垃圾桶，老老实实的清水熬粥，她那烧心的老毛病竟然奇迹般的慢慢好转了。避开了这3个回味的雷区，咱们才算拿到了养胃的入场券。既然不能加碱，不能煮太稀，也不能随便买糯小米，那到底该怎么煮才能把小米的药用价值发挥到极致？您知道吗？在顶级富豪的餐桌上，他们喝粥其实喝的根本不是米，而是粥表面那一层看似不起眼的东西。在揭秘这个首富同款的黄金煮粥法之前，我想先问问荧幕前的各位长辈，您平时在家煮小米粥习惯煮多少分钟呢？是15分钟还是半小时？欢迎在留言区打出您的答案，我们一起来交流。接下来的第2章，我们就来详细拆解这碗能让脾胃安稳的粥究竟藏着怎样的火候密码。上一章结尾，我问大家，平时煮小米粥都煮多久？我看很多长辈可能会说，煮个10几分钟，米熟了，软了不就行了吗？如果您也是这么想的，那接下来的内容您一定要听仔细了，因为您熬出来的很可能只是一锅伤胃寡水，而不是真正的养生粥。提到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很多人以为他每天早晨肯定吃的是山珍海味、燕窝鱼翅，但其实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将克俭刻在骨子里的人。即便身家千亿，他依然戴着几10年前的手表，穿着简单的深色西装。在他看来，真正的强者从不需要向外证明什么，这种返璞归真的智慧也完全体现在他的餐桌上。他的私人医生曾透露，李先生的早餐非常简单，经常就是一碗清淡的小米粥。但是这碗粥虽然食材平价，煮法却是极度讲究的。私人医生反复强调，中老年人脾胃虚弱，吃进去的东西营养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能不能被身体无负担的吸收。而一碗真正能滋养脾胃的小米粥，灵魂全在2个字：米油。什么是米油？当您把一碗熬得恰到好处的小米粥放着稍微降温，粥的表面会凝结出一层浓稠透亮的薄膜，这就是米油。在中医看来，这层米油是整锅粥的精华，性质最为温和，能像一层天然的保护膜一样，轻轻地覆盖在您受损的胃黏膜上，滋阴健脾补虚。可以说，没有熬出米油的小米粥，养胃功效直接少了一大半。那这层珍贵的液体黄金到底该怎么熬出来呢？我们总结了首富医疗团队和老中医的智慧，其实关键就在4个步骤，请您务必记好。第一步，掌握黄金水米比例。很多长辈煮粥全凭感觉，水倒多了变稀汤，水倒少了变糊糊。真正容易出米油的比例是米与清水大约1:8到1:10分。考虑到咱们银发族的肠胃，粥需要偏软烂一点，所以我们建议您采用1:10分的比例，也就是1碗米加10碗水。第二步，开水下锅，
这是最核心的秘诀。90%的人煮粥都是把米洗干净，丢进冷水里，然后开火慢慢煮，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冷水下锅，米粒容易沉底，糊锅不说，里面的营养成分也会随着水温慢慢升高而流失。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先烧开一锅水，等水完全沸腾翻滚的时候，再把淘洗干净的小米下进去。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沸水的瞬间高温能让小米表面的淀粉迅速发生糊化反应，这就像是给米粒穿上了一层外衣，锁住了里面的营养，同时又能让淀粉充分溶解在水里，这才是熬出浓厚米油的科学基础。做生意需要长期耐心，熬一碗养胃的好粥，同样不能急于求成。第3步，文火慢熬，不要过度搅拌。水开下米之后，先用大火煮滚，然后立刻转到最小火。接下来您需要给它25到30分钟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盖子稍微留一条缝防溢锅，让它静静的熬。有些长辈怕糊底，喜欢拿个勺子一直在锅里搅拌，千万别这么做。过度的搅拌会把刚刚形成的米油结构打散。您只需要在中间偶尔轻轻推动2下底部就可以了。第4步，关火焖5分钟，见证奇迹。30分钟到了，粥看起来已经很浓稠了，是不是可以马上盛出来喝了？且慢，这时候千万别急着开吃，把火关掉，盖岩石锅盖，让这锅粥在炉子上静静地焖上5分钟。这5分钟是温度下降、精华凝聚的过程。当您再次打开锅盖，您就会看到粥的表面神奇地结出了一层厚厚亮亮的米油。到这一步，这碗真正能养脾胃的首富同款小米粥才算大功告成。各位长辈，您学会了吗？从明天早晨开始，不妨试着把冷水下锅改成开水下锅，看看煮出来的粥是不是更香更浓。不过光把粥熬对了还不够，如果您现在经常觉得头晕、容易忘事，甚至手脚冰凉，那就说明您的身体不仅仅是脾胃弱，更是气血虚了。单纯喝小米粥补气血的力道是不够的。那么如果要往这锅熬好的小米粥里加一样东西，既能强化健脾的效果，又能把亏虚的气血补回来，加什么最好呢？不是昂贵的人参，也不是难买的冬虫夏草。下一章我们就来为大家揭晓李嘉诚私人医生强烈推荐的那一位性价比极高的黄金搭档，以及为什么在放这位食材的时候，有一个动作如果做错了，反而会让您上火、便秘。我们接着往下看。上一章我们说到，熬出了厚厚一层米油的小米粥，养胃功效已经是非常出色了。但是如果您平时容易头晕、面色发黄、手脚冰凉，或者总是觉得提不起劲，那就说明您不仅脾胃虚，气血也跟不上了。这时候单靠一味小米粥是不够的。李嘉诚的私人医生在给出饮食建议时，强烈推荐在小米粥里加上一位性价比极高的黄金搭档。这位搭档是什么呢？不是动辄上万块的野生人参，也不是什么名贵的燕窝，而是咱们港台家庭煲汤、煮糖水时最常备的平民食材红枣。您可能会觉得奇怪，首富那么有钱，为什么要吃这么普通的红枣？这就回到了我们之前说的，真正的养生不在于贵，而在于对红枣加小米，在懂行的老中医和顶级营养专家眼里，那是天作之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从2个方面来为您拆解。第一，是中医讲究的温凉调和，标本兼顾。单喝小米粥虽然健脾和胃，但小米的性质是微寒的，对于很多体质偏寒、一吃凉东西就容易拉肚子的长辈来说，天天单喝小米粥可能会觉得胃里有点冷。而红枣呢，味甘性温，把这2样放在一起煮，
红枣的温刚好中和了小米的微寒，不会过燥，也不会过凉。更重要的是，小米负责健脾养胃，也就是把生产气血的工厂修好，而红枣负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直接给身体输送气血。这两者搭配刚好解决了咱们长者脾胃弱、气血虚的核心痛点。最贵的补药永远比不上最对的日常三餐。第二是现代营养学的强大支撑。李嘉诚的医疗团队非常看重科学依据。红枣里面富含铁元素、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对于因为缺铁性贫血而经常感到头晕乏力的长辈来说，这是天然的营养宝库。而且红枣里还有一种特别好的成分，叫做红枣多糖。这种多糖成分可以和小米里的膳食纤维强联手，在您的胃黏膜上形成一层更厚实的保护膜，温和的修护受损的肠胃。听到这里，很多长辈可能已经准备去厨房抓几颗红枣丢进锅里了。且慢，这里有一个极其关键的细节，如果您做错了，不仅补不了气血，还会让您口干舌燥，严重便秘。这个细节就是红枣必须去核。在我们中医里有句老话叫做枣肉补气血，枣核生燥热。红枣的核是偏燥热的，如果您图省事，带着核一整颗丢下去，煮出来的粥火气就会很大。长辈本来肠胃运化功能就慢，喝了这种带核煮的粥，很容易就会引起腹胀、上火、牙龈肿痛。所以最正确的做法是，每次取3到4颗红枣，先用水洗干净，然后用剪刀或者刀子把果肉切下来，把核扔掉，把切成小块的红枣肉跟着小米一起在水烧开的时候下锅。切成小块不仅更容易煮出红枣的清甜，不用额外加糖就有风味，也更方便牙口不好的长辈咀嚼消化。这就是首富医疗团队推崇的黄金搭档。每天早晨这样喝上1小碗，脾胃暖了，气血足了，整个人自然就精神了。不过我们每个人的体质毕竟不一样，虽然红枣小米粥适合绝大多数人，但如果您平时湿气特别重，经常觉得身体沉甸甸的，又或者您总是手脚冰凉、心悸失眠，那可能还需要针对您的体质稍微做一点调整。下一章我们就会为大家详细梳理港台长者最常见的3种体质，并给出完全对症的专属于您的定制版煮粥法。我们继续往下看。上一章我们讲到，李嘉诚私人医生极力推荐在小米粥里加上去核红枣，这是最百搭、性价比最高的黄金组合。但是中医养生最讲究4个字，叫做因人而异。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身体底子也不同。针对我们港台长辈最常见的3种体质，私人医生的建议里特别强调了针对3类不同人群提出的不同做法。您不妨现在就对号入座，听听自己属于哪一种，又该怎么搭配您的这碗小米粥。第一种是脾胃虚弱型专属做法，是小米淮山莲子粥。您先自我对照一下，您是不是经常觉得胃口很差，吃一点点东西就觉得肚子胀得难受，每天早上去厕所，大便总是稀稀软软，不成形，平时总觉得浑身没力气，神情疲倦。如果您有这些情况，那您的脾胃就属于长期虚弱的状态，就像一台老化生锈的发动机，运转不动了。这个时候光靠小米和红枣还不够，您需要请出健脾的黄金组合，鲜淮山和莲子。淮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山药，它是公认的健脾益气好帮手。它的好处在于补而不滞，也就是说它补进去不会让您觉得堵在胃里难受。而莲子呢，不仅能健脾，还能摄肠，对改善大便不成形非常有帮助。同时莲子还能养心安神，让您晚上睡得更香。
具体怎么做呢？您准备50克黄小米，100克去皮切成小块的鲜淮山，再加15克莲子。这里有个关键，莲子一定要提前泡软，并且把里面的绿色莲子心去掉，因为莲心是苦寒的，会伤脾胃。水烧开后，先下小米小火煮15分钟，然后把淮山和莲子放进去，继续熬15分钟，直到粥变得浓稠软烂，关火焖5分钟就可以吃了。这碗粥性质极其温和，最适合脾胃底子薄的长辈天天食用。养生就像养花，先要把根部的土壤培植好，枝叶自然就繁茂了。脾胃就是我们身体的根。第二种是气血不足型，专属做法是小米红枣桂圆粥。这种类型的长辈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经常头晕，蹲下站起来眼前容易发黑，记性越来越差，昨天的事今天就想不起来，而且特别怕冷，一年四季手脚都是冰凉的，面色看起来苍白或者萎黄，没有血色，这就是典型的气血亏虚。对付气血亏虚，在去核红枣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加上一味补血神兵桂圆肉。桂圆肉在中医里被称为益智，它补心脾、益气血的功效非常强大。红枣负责气血双补，桂圆负责把气血引到您的心神上去，搭配小米健脾打底，这3样食材在一起，就是一碗天然的十全大补汤。做法很简单，50克小米，4颗去核切碎的红枣，水开后一起下锅小火熬20分钟，在最后5分钟的时候，加入5克大约3到4粒的桂圆肉，煮完焖3分钟。不过这里要特别提醒一句，桂圆是偏热性的，非常适合秋冬季节或者体寒的长辈。如果您平时体质偏热，容易口干舌燥、眼屎多，那您就把桂圆去掉，只放去核红枣就可以了。第3种是痰湿内阻型，专属做法是小米陈皮茯苓粥。这一种体质在我们气候潮湿的岭南地区、香港和台湾实在是太常见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每天早上醒来，总觉得头重脚轻，脑袋像裹了一层湿毛巾一样昏昏沉沉，身体感觉很困重，迈不开腿，大便总是粘在马桶上冲不干净，平时痰多，总觉得胸口闷闷的，这就是体内积累了太多的痰湿，也就是中医说的浊气。说到这种体质，咱们不得不提72岁的陈伯。陈伯是典型的老广做派，年轻时做海鲜水产生意，退休后最大的爱好就是去茶楼喝早茶，一壶浓浓的普洱，配上虾饺、烧麦、叉烧包，吃得津津有味。可是这几年，陈伯总觉得身子骨越来越沉，每天早晨醒来，他不仅没有睡够的清爽感，反而觉得脑袋里像灌了铅一样重。最让他苦恼的是，每天早上去洗手间，大便总是粘在马桶上，冲水都要冲好几次才能冲干净。起初陈伯以为是自己老了，容易疲劳，于是变本加厉地喝浓茶提神，结果不仅头重脚轻没缓解，胃口也变得越来越差，吃一点肉就觉得堵在心口下不去。后来他遇到了一位懂行的中医朋友，朋友一看陈伯那厚厚腻腻的舌苔，立刻明白了他的问题，这就是常年饮食肥甘厚腻，加上岭南气候潮湿，脾胃运化不动了，体内积攒了一肚子的痰湿垃圾。陈伯原本以为自己要吃好几个月的苦药汤，但朋友没给他开昂贵的药方，而是建议他每天早晨把茶楼的早点停一停，换成一碗陈皮茯苓小米粥。陈伯是个听劝的人，他特意跑去药材铺挑了上好的新会老陈皮，又买了一包打得细细的茯苓粉。每天早晨他耐心地把陈皮泡软，用小刀一点点刮去内层苦涩的白瓤，
切成细丝，跟着小米和茯苓粉一起慢慢熬。这股带着淡淡柑橘清香的陈皮小米粥，陈伯坚持喝了半个月，奇迹发生了。他发现自己早晨起床时那种头重脚轻的昏沉感消失了，整个人变得神清气爽，洗手间里的尴尬也没了，马桶一冲就进，就连一起下棋的老伙计都夸他最近面色红润，说话中气十足。陈伯逢人就感慨，原来清扫身体里的垃圾比天天吃大鱼大肉补身子要管用得多。这就是我们说的对症下药，比什么补品都强。如果您是这种体质，千万别随便吃补品，越补越堵。您的首要任务是大扫除。这时候您需要准备1小片新会陈皮，大约3克，以及15克的茯苓。陈皮就像是我们身体里的理气扫把，能把堵塞的气机疏通开，顺便把湿气照干；而茯苓就像是抽水机，能把体内多余的水分通过小便排出去，同时还能健脾宁心。煮的时候，茯苓最好提前磨成粉，或者用茯苓块先煮10分钟，把药效煮出来。陈皮泡软后，一定要用刀刮去内层白色的瓤，不然煮出来会发苦。水开后下小米煮15分钟，接着倒入陈皮和茯苓粉，再熬10分钟到粥变稠就可以了。这碗粥喝下去，就像是给身体做了一次深度清理，浑身都会觉得轻松畅快。看，同样是小米粥，只要我们根据自己的身体稍微调整一下搭档，它就能变成专属于您的灵丹妙药。不过，粥煮得再好，搭配的再对，如果您在吃的这个环节犯了忌讳，那前面的功夫可能就全白费了。您知道小米粥千万不能搭配什么一起吃吗？糖尿病长辈喝粥，又该如何避免血糖飙升呢？下一章我们就来做最后的总结，为大家排雷，把养生的细节真正刻进每天的生活里。我们接着往下看，前面我们讲了怎么熬出米油，怎么搭配黄金食材，也为大家梳理了3种不同体质的专属做法。到这里，一碗满分的小米粥终于出锅了。但是首富的私人医生在观察了大量长者的饮食习惯后，发现很多人粥是熬对了，却在怎么吃这个最后环节踩了健康的红线。首先是吃的时机。中医常说脾经当令，什么意思呢？就是早晨7点到9点这段时间，也就是辰时，是咱们脾胃经络最活跃、最渴望得到滋养的时候。这就像是一台机器刚刚开机，您得给它加最温和的润滑油。所以这碗小米粥一定要在这个黄金时间段内，趁着温热喝下去，吸收效果才最好。千万不要等粥放凉了再喝，凉粥下肚不仅不养胃，反而会瞬间浇灭您脾胃里宝贵的阳气。其次是搭配的禁忌，很多长辈喝粥觉得嘴里没味道，喜欢配上1小碟咸菜、豆腐乳或者腌制的萝卜干，这个习惯一定要改。这些高盐分的腌制食物，不仅会破坏小米粥本身的温和性，还会大大加重您肾脏的负担。如果您觉得单喝粥太寡淡，您可以搭配1颗水煮蛋、1点清蒸的蔬菜，或者1小碟软嫩的豆腐，这样既补充了优质蛋白质，营养也更加均衡。最后，有2类长辈在喝小米粥时要特别注意分量和火候。第一类是患有糖尿病的长辈，小米熬得越烂，米油出得越多，它转化为糖分的速度就越快。所以血糖偏高的长辈，每次喝1小碗大约200毫升就足够了，千万别贪杯。您在煮的时候，还可以往里面加一点红豆、霉豆这样的杂豆，能有效延缓血糖的波动。第二类是胃酸过多，经常反酸烧心的长辈，您喝小米粥千万不能空腹一口气喝下1大碗，更不能把粥熬得太稀。
水太多的稀粥会稀释胃液，加重反酸。您得把粥熬得稠一点，小口小口的慢慢吃。真正的养生不是盲目跟风吃昂贵的补药，而是把对生命的敬畏藏在一日三餐的细节里。好了，今天的健康拆解就到这里。为了方便大家记忆，我们用3句话做一个极简总结。第一，煮粥千万别用冷水，开水下锅，文火慢熬，焖出米油才是精华。第二，调理气血首选去喝红枣，不同体质可以灵活搭配淮山或陈皮。第三，早晨7到9点温热喝，远离咸菜配鸡蛋。回顾李嘉诚先生的养生之道，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人之所以能拥有长久健康的体魄，靠的从来不是千亿的财富，而是对科学原理的尊重，以及几十年如一日对生活细节的把控。一碗小小的小米粥，煮错了是伤胃水，煮对了就是养生汤。在我们的频道，我们从来不制造健康焦虑，我们也不卖昂贵的保健品，我们只想做您和家人身边的健康翻译官，把那些深涩难懂的医学知识翻译成您每天都能用得上的生活智慧。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影片对您有帮助，请务必点个赞，这会让系统把影片推荐给更多需要养胃的银发长辈。您平时在家喝小米粥还喜欢加些什么好料呢？欢迎在留言区写下来，跟其他长辈一起交流分享。也请您别忘了点击订阅按钮。下一期我们将为大家揭秘晨起第一杯水到底该怎么喝才不伤肾。愿您未来的每一餐都吃得有滋有味，脾胃安稳。这里是嘉诚养生道，我们下期再见。